小布的一席话令众人幡然悔悟，找回饺子协会正式成立。他们穿西装打领带，伪装成社区查水表的，在门口拖住领养饺子的夫妻。皮爸从烟囱偷偷溜进去抱走饺子，可惜事情并不顺利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。陆妈诚心诚意的说明缘由，对方依然不肯松口。最后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梅根用潮款书包换回了饺子。皮特和邻居们开启了庆功派对。事情虽然已经解决，大家依然有一个疑惑，那就是奖杯到底去哪儿了？小布忙说，有些谜还是不解开为好，真相到底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个道理，一点小小的猜疑就会毁掉平常自以为牢固的关系。一天深夜，陆妈皮爸一边看着基佬片，一边又开始亲热。皮爸忽然发现他的胸好像鼓起来一块，吓得他从此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从哪儿都以为别人在嘲笑他的胸。皮爸本来是不想进医院的，最后实在受不了了，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，让他在家等消息。皮爸却莫名其妙的觉得自己死定了，他回家宣布自己的死讯，家人们的反应有喜有悲。陆妈捂住他的乌鸦嘴，不断安慰他别乱想。皮爸根本听不进去，他把自己的物品都拿出来卖，准备凑点遗产留给妻儿。这时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皮爸胸口的肿块其实是脂肪瘤，不是啥大病，回家养养就好了，不用死。皮爸当然高兴，但医院的花销高达1000块，这让他好生肉疼。皮爸的秀逗脑袋一转，觉得花了钱查出来没病有点亏，便悄悄在检查单上填了已死亡。这一天又出祸事儿，皮特一家吃晚饭的时候，外面忽然有人敲门，镰刀黑袍白骨，我靠，死神居然还敲门。死神拿出皮特的检查单，指着上面的已死亡3字儿，说皮爸阳寿已尽，现在就跟他走。不过这死神显然上班爱摸鱼，出来抓人连照片都不带，还问谁是皮特。皮爸本能的抑制克瑞斯，傻大儿就是关键时刻拿来卖的。饺子一瞧死神，立即变身小迷弟，盛情邀请死神入席用餐。这死神也老实不客气，看来平时出公差收礼吃席都搞习惯了。陆妈不停的说皮爸的优点，希望死神能够法外开恩，放老公多活70-80年。死神对此表示很烦，每次干活哭丧请求的都一大堆，他要是都开恩了，人间不是乱了套了。吃饱喝足后，死神带着皮爸便上路，皮爸不肯死心，还企图逃跑。死神冷笑一声就追了上去，结果没跑几步就把脚崴了，大家又将死神抬回家里，好生伺候着他养脚伤。为了救丈夫，陆妈不惜出卖身体，这一下死神就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他无奈的说自己也不喜欢杀人，但是没得办法，要养家糊口，完不成指标就拿不上绩效工资，家里人就要挨饿。要怪就怪他年轻时不努力奋斗，老来变成996社畜。死神大倒苦水的时候，皮爸偷偷溜出了门，他想到了一个鬼点子，既然死神在自家养病，那他怎么作死都不会有事儿。他用跳楼、撞车、吃枪子儿来跟朋友们打赌赚钱，赚得盆满钵满。他在酒吧里招扰道上的人，结果大家都发现了不死的现象，立即上演了一场激情枪战。另一边，饺子在家里偷偷暗杀陆妈，发现不管怎么干他都死不了。他意识到如果不治好死神，他的行刺计划就无法成功，于是饺子跑去给死神做足底按摩。这时皮爸疯玩回来了，死神看到电视里在播放大新闻，说全世界人都发现死亡规律无效了，因此掀起了一场杀戮游戏狂欢，连2位主持人也忍不住激情互殴起来。死神见状勃然大怒，心说是人类太飘了，还是他拿不动刀了，老子分分钟出去搞几起热搜出来。可惜他的脚目前实在走不了路。死神眼神一瞥，立即记上心头，他给皮爸换上黑袍，佩戴上镰刀，让他代替自己去上班。皮特一家顿时炸了锅，他们可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可不敢杀人。皮爸虽然平时又贱又蠢又坏，但真让他杀人还是有点手抖。死神也懒得给他做入职培训了，随手选了一位当红小鲜肉让皮爸去杀。这些哥哥平时贴张创口贴程度的小伤都能上微博热搜，要是忽然暴毙，不得轰动全网霸榜7天。这样一来，人们就都知道死亡规律还在，也就老实了。皮爸还想抗议，死神直接下达了最后通牒，不是他死就是你死。皮爸立即麻溜的上了飞机，叮嘱小鲜肉准备给他来一场飞机事故。俗话说死道友不死贫道嘛。换上死神的装备后，皮爸碰谁谁死。他正要下手时，忽然想起这么大的新闻，他肯定也要上头条。小鲜肉的粉丝们不天天网暴他，到头来他也没活路啊。想到这里，皮爸又怯了，他闯进驾驶舱想劝机长回航，没留神伸手碰了机长和驾驶员一下，这俩倒霉家伙当场就嗝屁。幸好飞机上有一位深藏不露的空姐，将飞机成功迫降到野外。皮爸回去复命后，死神本来是有点不高兴的，但转念一想，死了一机长和一驾驶员也算是完成工作了，还警醒了世人要对死亡保持敬畏。皮爸好歹不用死了，一家人兴高采烈地送别了死神。过不了多久，我还会回来的，朋友们。死神临别的一句玩笑话，差点没把大家给吓死。这天一大清早，陆妈就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激动
动人心的好消息，他任职的戏剧院导演忽然吃饭噎死了，院内决定让他担任新导演。陆妈先为老前辈的不幸默哀3秒，随即为苦熬多年等来的升职机会仰天大笑。这就是俗话说的媳妇儿熬成婆吧。家人们一瞧，昔日的家庭主妇摇身一变成了大导演，立即殷勤的凑上来想讨个角色，过把演戏瘾。陆妈不吃这套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她可不是任人唯亲的人，不管谁想要讨角色，都得走市井海选这条路。这时琵琶下班回家，陆妈想告诉他好消息，却被屡次三番打断。琵琶最近也走运了，公司要拿他设计的新玩具去招商。琵琶一向认为自己是天才玩具设计师，只是缺少伯乐。现在伯乐来了，他即将走上人生巅峰。赞助商们望着琵琶的杰作，震动和黄瓜的结合，确实只有鬼才想得出来。问题是，这是儿童玩具品牌，小孩子玩这个未免过于早熟了。琵琶这匹自命不凡的千里马，在泥坑里摔断了蹄子，他这才注意到老婆正筹备舞台剧，便怀着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想法前去参加试镜。戏剧院里排队海选的人还真不少，皮特全家都参与进来了。小布擅长山屋的话剧，陆妈却希望他也乖狗狗。饺子想演国王统治一切，陆妈表示他该走萌宝风。琵琶上来乱唱一气，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陆妈斟酌了半天，最终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海选结束后，皮特家只剩皮特没上榜，琵琶为此大为生气，跟陆妈从台上吵到台下。陆妈为了安抚老公受伤的心，安排他去当制作人，喊他去外面搞宣传拉观众。琵琶逛了几圈街，将电视台的女主持拐来了，还要让她演女主角安娜。女主持一直怀着演员梦，而且她现在的职业名气挺大，正好可以给剧院引流。原来的女主角黑妹立即不高兴了，但谁叫她只是个龙套呢？女主持和黑妹安排对手戏的时候，旁边的皮特认为缺乏冲突感，骂的再多又有什么用？直接上大耳刮子抽，扯头发挖指甲，观众就爱看女人这么打架。陆妈觉得这太粗俗，她想要的是高雅作品。这回其他人都很同意琵琶的主意，艺术和卖票之间，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，赚钱嘛，不寒碜。其他演员都来求着加戏，皮特反正就满口胡诌，把一出正剧整成三俗大杂烩。陆妈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她怒斥琵琶瞎搅，自己一心想搞艺术品，大家却满脑子蹭热度骗流量，迎合观众的低俗口味掐烂钱。这导演他不当也罢。陆妈一怒之下将导演职位扔给了琵琶，琵琶没去安慰他，反而大喜过望，他这匹千里马的蹄子又蹦起来了。陆妈在家做黑暗料理报复他，琵琶反讥笑他嫉妒自己的才华。陆妈冷哼一声，咱们骑驴看唱板，走着瞧。琵琶是新官上任3把火，脑子里3秒一个新点子，剧本改了又改，演员们被他逼着排练了3天3夜，临近开幕还没有定稿。最终女主持实在受不了跑了，琵琶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上了。由于这出剧缝了太多元素，宣传时就火爆全镇，开幕那天座无虚席。陆妈也从黄牛手里抢了张高价票，准备看琵琶出洋相。随着幕布升起，小布饰演的狗皇帝高坐王位，身穿钢铁侠铠甲的琵琶破墙而出，大乱斗开始了。